你说什么？我身价过亿，你说我偷你家的鸡？我很是纳闷地看着面前的梅有芳和梅大山，心里诧异他们到底是哪里来的勇气敢说这种话。小陈，偷东西和身价多少没有关系，你不能仗着你自己是大老板就敢做不敢认。而且这马上就要过年了，我们的鸡价格也在上涨，我们可全指着这些鸡卖个好价钱过个富裕年呢。是啊，周晨，你赚钱了。说趁着过年前后，帮村子里建设免费的游乐场和幼儿园，帮村里修路种树，想让咱们村子里过个好年。咱们村子里的父老乡亲肯定是感激你的。可有些事情一码归一码，这些好事咱们感激你，但我们也不能因为你为村子里做了几件好事，就毫无底线的偏袒你，不是？我在外面拼搏10几年，因为我爸这个人比较念旧，去年在得知了村里的水果滞销，便想让我帮忙收购一些。我那时候想着，作为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孩子，要学会反哺家乡，于是便兴致勃勃地答应了，并且逢年过节还会给村里的乡亲们发放一些生活物资。但我没想到，我的一番好心，却让我彻底看清了这些村民的丑恶嘴脸。你们看好了，这只鸡是我从超市里几百块买的乌鸡，和你家里养的下蛋鸡完全不是一个品种。梅有芳家里的那种下蛋鸡，就算白给我都嫌塞牙。不过梅有芳显然并不认同我的话，而是大声地嚷嚷了起来。周晨，你别以为你在外面赚了钱，就可以随便欺负我们小老百姓。什么乌鸡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今天我家里刚烧了一只鸡，你就在院子里烤起了鸡肉。你说凭什么你家里早不烤晚不烤，偏偏我家里的鸡一失踪你就烤起来了？要我看，真相只有一个，那就是你烤的鸡就是从我家里偷的。梅有芳家里有一个养鸡场，1年多以前，他家里还只有10几只鸡。我回村带领乡亲们致富后，梅有芳就把家里的养鸡场扩大了规模。我也本着照顾乡亲的初心，帮他把鸡蛋和鸡肉销往了大型的商超和炸鸡汉堡店。然而我没想到对方竟然会这么恩将仇报。就在梅有芳要撒泼的时候，我妈林兰竹从别墅里走了出来。小陈他婶啊，我们家小陈虽然小时候调皮了点，但现在他已经是大老板了，也不至于去偷你家的鸡吃。看在我们是远房亲戚的份上，我看这个事就这么算了吧。我妈的一句话，瞬间便让梅有芳炸了毛。算什么算？当初你们家周晨说带领我们家致富，我们也没少往你们家送礼，一只鸡，一筐鸡蛋的往你们家送。你们呢，不仅不知道感恩，竟然还一直想往下压我们鸡肉和鸡蛋的价格。我们小老百姓赚点钱容易吗？你就这么压榨我们啊？我不管，这半年多，我们养鸡场失踪的鸡没有50也有30，你得赔我。我冷冷地看着梅有芳，心中的鄙夷已经上升到了顶点。若非是我之前帮他们引荐了超市和炸鸡店的销路，只怕他们这好吃懒做的两口子，现在连吃饭都是问题。至于他们送来的鸡和蛋，也都被我推辞着让她老公拿走了。从始至终我都未曾收过他们家的一份。不过我倒是好奇，这梅有芳纠缠这么久，到底是想要干什么？索性便直接开口询问。是吗？那你说你想怎么处理这件事？听到我这么说，梅有芳的眼睛明显一亮，连忙说：嗨，我们家也是讲理的，你是有钱人，不差那1、2个钱。我们养鸡场最近一段时间失踪的鸡，你都给我们报销了吧？一只鸡按照100块钱，50只就是5000块钱。说话的同时，梅有芳很是理所当然地伸出了手要钱。自从我发达之后，基本上逢年过节都会给村里的孤寡老人和一些留守儿童发放一些柴米油盐之类的生活物资。如果利润多的情况下，我甚至还会发一些钱给他们。但我发钱并不是见人就发的，那些有手有脚好吃懒做自然不在这个范围。我明白梅有芳这是看我去年给了一个30左右的夫妇发了钱，所以才动起了歪心思。但他心里应该清楚，我发钱的那对夫妇，男人之前在工地上摔断了腿，家境困难，我才会升起了一些恻隐之心。我讥笑地看向梅有芳，有些忍俊不禁。50只鸡5000块钱，你家鸡吃金子长大。
没有方从我这拿走5000块钱的消息，没过2天就被他宣扬的人尽皆知。有方妹子啊，我听说前2天你去周晨家里随随便便说了几句话，他就给了你5000块钱，教我们你是怎么要的这钱呗？啥要的钱啊？明明是他偷了我家的鸡，我才去他家里要赔偿的。而且现在过年了，我家鸡肉的价格可是蹭往上涨的，我要钱一点都不多。听到没有方的话，旁边一个孙姐翻起了白眼。人家周晨这么大的老板会偷你家的下蛋鸡，我怎么听说明明是你家男人没事就喜欢抓2只鸡和他的狐朋狗友去喝酒，你家少的鸡80%是你男人徐大志偷走的。闻言，没有方瞬间炸毛，指着孙姐大声道：你瞎说什么？我家大志拿走几条鸡我都是有数的，而且之前我家养鸡的时候是老周家撺掇的，我家鸡少了，他就应该赔给我钱。有方说的对，这老周家这么有钱，他就算一人分我们几10万，也不过是9牛1毛。这几年他可没少给赵建设家里发钱，明面上说是赵建设腿断了，需要多补贴点。依我看，整不好是周晨这小子看上人家赵建设的媳妇了。见有人站在自己这一条线上，没有方也顿时间来了兴致。菊姐你说的对，咱们都是有手有脚的。那赵建设自己去工地打工摔断了，和咱们有什么关系？凭啥他周晨逢年过节就给赵建设和那些孤寡老人和小孩子发钱，不给咱们发？依我看，这马上过年了，咱们也得找他要。他要是不给咱，那就谁都别想好过。一直没说话的孙姐听到几人贪婪的对话，有些生气。你们怎么能这样呢？人家周晨是凭着自己的本事赚到钱的，而且这2年没少给咱们村里做贡献。前2个月还说要帮咱们村里修路、建幼儿园之类的，人家做的已经够多了，咱们怎么能这么欺负人家呢？孙姐的话虽说中肯，但现在没有方他们已经被各自的贪婪冲昏了头脑，当即便指着孙姐破口大骂：姓孙的你装什么装呢？你儿子被周晨安排进了他公司里上班，你自然不知道我们的苦。他老周家几村子里修路种树，那是他们该我们的，谁让他生在我们村呢？人家现在新闻上都提倡什么反哺家乡，他姓周的就算把自己的钱全部反哺给我们也是天经地义。正在别墅里悠闲地喝着红酒的我，并不知道外面的局势已经演变什么样了，更加不知道因为我给没有方的5000块钱，竟然会引发了如此大的蝴蝶效应。2个中年男子周海军、周晨父亲和吴富有走了进来。小陈，你富有叔来了。我爸带着吴富有走到我旁边。之前吴富有的父亲是村子最年长也是最有威望的人，之前村里很多大事小事只要他父亲出面就没有解决不了的。后来吴富有父亲去世后，便由他接手了位置，平常村里的大小事务都是他在负责。前2年村里的什么孤寡老人、留守儿童，还有村里有多少户人都是他在统计。统计好了之后，我会把一些米面油的钱交到他手里，再由他代发下去。这次吴富有一进门便笑呵呵地把一个本子递到了我面前。小陈啊，这是今年我统计的名单，你要是没什么意见，就把钱打到我账户上，我派人去采购物品。这马上就要过年了，咱们村的父老乡亲可都等着你发钱发物资呢。我随手翻看了一下吴富有递过来的本子，接着很是随意地把本子扔到了一旁。富有叔，今年包括以后的物资发放都不劳你费心了，接下来我这边会安排人统计人数，你就忙自己的事去吧。吴富有这2年的贪污我看在眼里，赵建设在我们村里为人不错，因为腿受伤不能自理，我才想着每年给他家里6万块钱作为生活保证。结果我前2个月去看赵建设的时候，他媳妇说只收到了吴富有给他们的3万块钱，不用想，剩下的3万块钱肯定是被吴富有他们贪污了。之前的事我可以看在我爸的面子上，暂时给他们留点面子，不揭穿他们的老底，但想让我继续当冤大头，那是不可能的。吴富有似乎也看出来了我的心思，连忙弯下腰讨好。小陈啊，都是咱们村自己人的事，村里具体啥情况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你如果再让一个外人去统计，那太麻烦了。我看咱们还是按照我统计的来吧。我冷冷地看了一眼吴富有，手指下意识地在桌子上敲打了几声。你统计的准吗？小陈啊，我可是你远房堂叔，咱们可都是实打实的亲戚，难道你信得过外人，信不过我这个长辈？我重新拿起了本子，忍不住地冷笑了一声。富有叔啊，我问你，去年年底我让你给那些上了岁数的老人发2桶油2袋米，为什么最后他们只收到了1桶油1袋米？还有我让你给赵建设家里的6万块钱，为什么最后到他们手里只剩下了3万？你连我的钱和乡亲们的保障都敢坑，你让我怎么放心你？见我有些生气，吴富有脸上那讨好的笑容下意识地凝固在了脸上，不过他的脸皮还真是厚，片刻之后便重新恢复如常。大侄子，你富有叔我也不容易，这些年忙着跑村子里的事，我们村整整500户人啊，我手底下也有不少人要养活，人家跑前跑后的，随便买2箱酒2条烟，再发个零花钱什么的，这钱可不就出去了吗？见我一直冷这个脸，吴富有再次解释道：
大侄子，你也知道现在的钱有多不经花，现在可和30年前不一样了，随随便便就几百上千的花出去了。我冷笑着看着吴富有，我这些年是赚了不少钱，但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创业前期我甚至要比任何人都节省。看着吴富有那恬不知耻的表情，我不由得一阵反胃。有些事是你们主动揽下来的，如果你们连这点仨瓜俩枣都贪的话，那我还是找陌生人来办更加靠谱。听到我这么说，吴富有脸上瞬间就挂不住了。大侄子，你这是什么话？什么叫贪？你叔我忙前忙后的给你统计人数，你现在竟然反过头来冤枉我贪污，你到底还有没有良心啊？屋子里正在做饭的我妈见我和吴富有起了冲突，便想要来说和。富有啊，小陈他不是这个意思。什么不是这个意思？海军啊，你看看你们两口子教出来的好儿子，咱们百家村什么时候有晚辈教训长辈的道理了？这要是在几十年前，当晚辈的敢跟长辈这么说话，早就被逐出村子了。我不管，你现在好好管管你儿子，赶紧让他给我道个歉，然后把钱给我批下来，我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听到吴富有的话，我都快忍不住笑出声了。我看在乡里乡亲的面子上都没有报警，他竟然还敢舔着脸让我道歉。出门在外这么多年，我还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恬不知耻的人。就在我准备发怒的时候，我妈再次站了出来。小陈，你就给你富有叔说2句好话吧，他这些年在我们村里前跑后跑的也不容易。妈，他不容易，难道我就容易吗？你就容易吗？如果不容易3个字能成为贪污的借口，那这天底下岂不是人人都能靠着卖惨来贪污？就在我以为我爸要向着我妈说话的时候，我爸竟然很少见的站到了我身边。好了，小陈忙了好几天也累了，工作上的事过几天再说吧。富有啊，这马上就到吃饭时间了，我们也不留你了。吴富有一下就听出了我爸是在下逐客令，尽管心中不是很情愿，但还是半推半就的离开了。走到门口的时候，他还不忘扭头冲着我说：大侄子，本子上的账单你再好好看看，你要是想好了，就把钱打到账户上，那些物资采购的都由我来买，也省了你的宝贵时间。我没有理会吴富有，而是自顾自地喝了一口茶水。倒是我妈十分客气地把他送到了门口。等吴富有离开后，我爸妈坐到了我身边。小陈啊，都是一个村的邻里，啥事不能好好说啊？我爸似乎知道一点什么内情，狠狠地瞪了我妈一眼。你个妇道人家懂什么？吴富有干的那些没屁眼子的事，我之前也听说了一些。这次要不是他求着我来见小陈，我都懒得带他来。我妈也后知后觉地反应了过来，有些不确定地看向我。小陈啊，难道你富有叔真的贪咱们家的钱了？闻言，我便跟我妈从头到尾解释了一遍。我爸虽说知道一些，但他知道的并不详细，也竖起耳朵听了起来。10几分钟后，我把近1年查到的解释完后，我爸当即怒气冲天，直接一巴掌拍到了桌子上。这姓吴的龟孙，咱们老周为村里做点好事容易吗？他还敢贪污我儿子的钱，要是年轻10几岁，老子非得用大板砖呼到他脸上。见我爸竟然比我还生气，我只能一个劲地安慰老头子：爸，我这都还没生气呢，你就开始发这么大的火，这合适吗？我爸有些尴尬地看了我一眼，随口说道：之前叫你回来为村里做点好事，是我提议的。一呢，是村子里的有些人家确实有些困难，咱们家是富裕了，所以得响应国家先富带动后富的号召。2呢，你爸我也确实穷苦了半辈子，儿子好不容易出息了，你爸我也想在村子里装装面子。不过你爸我也不是个迂腐的人，面子可以装，钱也可以给，但这面子我得装得舒服，钱我也得给得明明白白，每笔账都得清清楚楚。这种自家的钱被稀里糊涂拿走的感觉，搁谁身上谁也不好受。早知道这样，当初我就不该让你回村。我爸是个明事理的人，听完我的话后，当即便开始了复盘这2年发生的种种，甚至开始了自责。说实话，这种小钱对于现如今的我来讲也是不痛不痒的。但就像我爸说的，有些钱我可以给，但我要给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如果每年10几万几10万的都买不回来一个笑脸，一声感激的话，那这些钱我完全可以选择不出。我爸虽然要面子，但在大是大非之前还是拎得清的。我爸似乎也看出了我的不爽，沉默片刻后开口道：小陈啊，要我说今年咱们的物资就不发了，咱们自己的钱何必便宜了外人？我知道我爸能说出这句话，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不过村子里也确实有几户困难的，物资我会继续发放，不过这次我已经安排我信得过的人手去统计了，最后如何发放，一切按照他们的统计为准。正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房门打开，我之前安排的下属夏秋寒走了进来，他十分恭敬地把一个平板电脑递给了我。周总，这是我们这几天统计的村子里的数据，全村一共536户，有50户常年在外，很少回家。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有67户，像赵建设这样生活不能自理的全村有3户。听着夏秋寒的汇报，我缓缓点了点头。赵建设这样的家庭，我每年会给6万块钱补助。至于那些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则是每年1万块钱的标准。其他正常家庭，
逢年过节我也会发放一下大米和食用油。看着平板上的 PPT， 我直接问道：这些算下来预算多少？我们有合作的商超，他们在一些物资采购上能给我们绝对的优惠，加上那些补贴，90万以内可以搞定。听完夏秋寒的汇报，我顿时震惊了。我爸在一旁更是拍而起。这龟孙无富有，90万能干成的事，去年给我儿子要了120万还嫌少？不行，我得去问问这个龟孙到底贪污了多少。富有哥，老周家的钱什么时候才能打到咱们卡上啊？咱们兄弟几个可都指着这个钱过个富裕年呢。就是啊，去年他只打了120万过来，根本不够，今年怎么着也得让他打过来150万。这100-200万的对老周家来说不过是9牛1毛，但对于我们这些地道朴素的农村汉子来说，每一块都是我们的心头血啊。大志说的对，咱们百家村可是一块风水宝地，他老周家能发家，也是因为咱们村的风水好，要不然哪能轮得到他赚大钱后装好人？这几人都是村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平常上面有什么指示，也都是他们在跑前跑后。不过具体在这跑前跑后的过程中拿没拿回扣，或者说是拿了多少回扣，那就只能他们自己心里清楚。然而就在他们几人群情激愤的时候，我爸周海军一脚踹开了房门走了进去。说啊，继续说啊，怎么不说了？我爸嘴里叼着一根香烟，一屁股坐到了椅子上，怒气冲冲地看着几人。刚才他在门外听了好几分钟吴富有几人的话，他基本上都听了个清清楚楚。见我爸生气，吴富有几人各自尴尬地看了一眼。周老哥，我知道有些话你不爱听，但我们说的也都是实话啊。咱们百家村要不是风水宝地，你们老周家能走那么大的运？你儿子周晨能赚那么多钱吗？我爸以前在村里是出了名的暴脾气，自从和我妈结婚之后，脾气才有所收敛。如今听到吴富有这狼心狗肺的话后，火爆脾气顿时间便涌上了心头。我看你们是脑袋被驴踢了吧？老子的儿子在外面赚了大钱，那是他凭着自己的本事赚的，和你们有个屁的关系？和什么狗屁风水有1分钱的关系？你们那么牛逼，咱们村风水这么好，怎么不见你们赚大钱？不见你们的孩子赚大钱？我爸丝毫不客气地把几人骂了个狗血淋头。那一瞬间，所有人都眼神呆滞地看着他。自从结婚后，我爸收敛脾气后，就变成了一个老好人。他们这些人已经有至少20年没有见过我爸发怒，如今再见，竟然一个个吓得说不出话来了。吴富有尴尬一笑，连忙说道：老周啊，有什么是咱们邻里街坊的不能好好说吗？你看你这么一大把年纪了，怎么还动不动就发这么大的脾气？这万一要是气出个好歹，可让我们这些老哥们怎么办啊？吴富有几人也知道我们家算是整个村子的金主，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敢当面得罪。其他几人见状，统统走到了我爸身边安抚。周哥，咱们整个村可都靠着你们老周家呢，而且咱们几个可都是从小玩到大的老哥们了，你可得好好在你家小陈面前说道，他可不能寒了我们这些叔叔伯伯的心啊，否则到时候可是要被别人戳脊梁骨的。是啊，老周，我们承认自己之前是多拿了一点钱，但我们作为长辈还替他忙前忙后，这大过年的，他多多少少都应该孝敬我们一下。听着几人恬不知耻的话，我爸也知道和这种人已经沟通不出什么结果，索性直接开口道：孝敬你们？你们是怎么舔着脸让小陈孝敬你们的？咱们自古以来的规矩都是长辈给小辈发压岁钱，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年的晚辈给小辈压岁钱的。你们呢，也别多想了，以后村子里发放物资的事已经不需要你们管了，小陈那边已经找到新的人接手了。听到我爸的话，顿时所有人都慌了神。这群在村里游手好闲的汉子，全指着我的钱过年呢，没了这些钱，他们真的就要喝西北风了。老周，小陈可不能这么干啊！就算他在外面赚钱了，也得清楚到底和谁才是一家人。你回去赶紧劝劝他，让他赶紧把那些人都踢了。咱们自己村的事还是自己人来的比较好。我爸冷冷地看了几人一眼，朝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后，便径直离开。这事是小陈自己决定的，我管不了。我劝你们也别管，否则到时候谁都不落好，被戳脊梁骨的是你们。我爸走后，吴富有几人的脸色顿时间黑了起来。这老周家的把我们当什么了？不就是赚了几个臭钱吗？牛气什么？这次给村子里发放物资的事，他要是敢不给我们几个做，那就谁都别做了。吴有才的话顿时让其他几人也眼睛一亮。有才说的对，咱们哥几个在村子里还是有点威望的。我看不经过咱们的同意，那些米面油谁敢拉到村里来？几人里，吴富有算是比较精明的一个人，当即便开口道：这件事咱们还是从长计议的好。从长计议？咋的从长计议？我看摆明了就是那姓周的小子小气，不舍得出我们的工资。见没有福性格执拗，吴富有再次苦口婆心地说道：有福啊！你想想，过年发物资的这些钱都是小钱，没了这些钱，后面可是还有更大的钱等着咱们呢。大钱？什么大钱？哪里来的大钱？
你傻啊？他周晨可是答应了给咱们村里修路、种树、盖幼儿园的。这些什么修路、种树的钱，不知道要比采买物资的多多少。只要咱们能把这些工程揽下来，还看得上采买物资的仨瓜俩枣。吴富有的话顿时让几人眼前一亮，他们无不朝着吴富有竖起了大拇指。这种赚钱的法子，对于他们来讲，要比采买物资来的更多更快。吴哥，还是你有法子。他周晨想要给村子里修路种树，到头来还得靠着咱们。到时候咱们帮他修路种树盖幼儿园，他不得给咱们发工资啊？而且他们在周围也不认识什么建筑队，肯定也得找咱介绍，咱们从中赚点钱也是理所应当的。几人风风火火研究生财大计的时候，我已经让夏秋寒采买好了物资。如今已经是腊月初七，我准备在腊八节的时候就把所有东西发放下去。日落日升，夏秋寒带着2辆装着米面油的车子开进了百家村。货车停靠在了周晨别墅外面的一处空地。周晨走出别墅，走到货车旁，见我走来，夏秋寒立刻开始了介绍自己的想法。周总，以往咱们都是挨家挨户的去送，这样会有很多弊端，比如每一家都不知道其他家庭得到了多少物资年货，也正是因此才给了吴富有他们贪污的机会。这次我准备让村民们自己拿着户口本来登记领取，这样一来咱们也可以减少一点人力，另外也可以避免一些贪污的问题。我点了点头，很是赞同地看了一眼夏秋寒。我知道对方还有话没有说完，便示意对方继续说下去。至于那些留守的老人和儿童，以及那3户因为受伤丧失一定行动能力的，昨天我就把该给的钱和年货送到了他们家里。我很是赞许地看了一眼夏秋寒，他跟在我身边很久了，算是我的助理，甚至有些我拿不定主意的事情，都是他在出主意，可以说是我的左膀右臂。好，以后这种小事你自己做决定就好。可，百家村的老少爷们，小陈今年按惯例给咱们发年货了。听到广播的，每家每户派出1个人，拿着户口本来小陈家旁边的空地上登记，领取年货啊。呸！什么人啊？这么冷的天，去年还把年货送到我们家门口，今年竟然还让我们去拿。就是这么冷的天，真是冻死个人，一点都不知道考虑我们的感受。这老周家真是越来越不把我们当人了，年货发的也越来越随意了。今年他敢让我们去拿，明年他就敢不给我们发。旁边的孙姐听到几人的对话，下意识地皱起了眉头，为我打起了抱不平。人家老周家发达了，还不忘提携我们，给我们送年货，我们应该感恩戴德。你们怎么能这么说人家？呸！你个胳膊肘往外拐的，他老周家才给你送几个东西啊，你就这么替他们说话？孙姐，你可别在这装什么老好人了，有种你让你儿子在他周晨的公司里辞职了，我看你还帮不帮他老周家的说好话了。被几人这么说，孙姐不由得红了眼眶，语气都变得有些委屈。我儿子能进小陈的公司，是他凭本事进的，我们又没有走后门。没有方几人显然不相信孙姐的话，只是一个劲的翻白眼之后，便把孙姐孤立到了一旁。这时候，旁边的菊姐想起了没有方之前所说的大话，嗑着瓜子问道：有方啊，之前你不是说他周晨要是不给咱们发过年的钱，谁都别想好过吗？我可是听说老周家昨天就已经偷偷摸摸的把钱和年货给那些什么留守儿童和孤寡老人了。闻言，没有方瞬间炸毛。什么？昨天就偷偷摸摸给了？好，咱们快去他家，我倒是要问问他，凭啥光给那些老不死的和小不死的？凭啥不给咱们？咱们才是真正为社会创造价值的那批人，好吧？就算要给，也得先给咱们。说着，几人快速地朝着领年货的地方快步走去，而孙姐则是中途找了一个小道，小跑着来了我家里道谢。还是小陈好啊，吃水不忘挖井人，自己发达了还不忘记照顾这些老家伙。小陈可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打小我就觉得他是个好孩子，我的眼光果然没错。真羡慕海军啊，能教出来这么优秀的孩子。不少领完年货的村民路过我身边的时候，都会下意识地夸奖几句，我自然是一个个笑着打招呼。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孙姐满头大汗地跑到了我身边，气喘吁吁地提醒道：小陈，你先躲一躲吧，没有方他们几个人来闹事了。我有些意外，不明白孙姐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今天是我给村里的乡亲们发年货的大喜日子，他没有方前几天坑我几千块钱，我还没找他算账呢，他来闹什么事？孙姐的语言组织能力并不好，听到我询问，说话的时候都有些控制不住的结巴了起来，解释了半天没解释清，孙姐便拉着我的胳膊往远处拽。哎呀，小陈，你就听姐一句劝吧，总之他们来势汹汹的，到时候真闹起来，我怕你面子上挂不住。我轻轻拉开了孙姐的手，安慰对方别着急。孙姐，我在村子里有什么面子啊？孙姐，别看我在外面那么风光，随便一个大人物见了我都要主动跟我点头握手，但在咱村里，随便是个人都仗着自己比我年长，都敢说我几句，坑我点东西。
待会没有方他们几个来了，你就什么都不要管，安安生生的在旁边看戏就好，我自然有办法治他们。以没有方几个人的性格，我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他们来找事的目的和说辞。在外面混了这么多年，如果连几个村妇都料理不好的话，那我还有什么能力去管理公司里的几千上万人？就在孙姐要继续劝说我的时候，没有方几人已经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老周家的，你们几个意思啊？去年发年货，还挨家挨户的把东西送到我们家门口，今年这么大冷的天，路上都结冰了，你让我们忍着寒风，跑这么大老远的过来拿，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们啊？没有方话落，他身边的几个碎嘴婆娘也立刻跟着他展开了攻击。有方说的对，你今年凭什么不把东西送到我们家门前？是嫌弃我们，还是看不起我们？我冷冷地看着没有方几人，在1年多以前，他们几家还是那种连车子都买不起的存在。也就是在这1年多的时间，我帮他们几家想好了出路，甚至免息借给他们的钱让他们搞机场农场，他们才能买得起车买得起房。如今这好日子还没过几天，就想着针对排挤我，真是可笑。见我没有说话，没有方再次大声地嚷嚷了起来。乡亲们都别领了，咱们受着冷受着冻来这领这不值钱的东西，可人家老周家的在昨天就给那些老头老太太挨家挨户送了钱和年货了，你们说他老周家这不是看不起我们吗？这不是纯属给我们难堪吗？大家伙都是人，我每年还向周晨的公司供应那么多的鸡肉和鸡蛋，凭啥他不给我送？凭啥不给咱们送？没有方家里的下蛋鸡不好卖上价格，除了我给他介绍一些炸鸡汉堡店之外，我公司的餐厅也会偶尔进一些没有方家里养鸡场的鸡肉和鸡蛋，不过他的鸡肉质量并不好，我也不会经常进货。现在听没有方这话里话外的意思，我买他的鸡肉和鸡蛋倒是成了他给我行方便了。见我没有多说什么，孙姐再次替我打起了抱不平。有方妹子，人家小陈害怕你的鸡蛋和鸡肉卖不出去，才好心买了你家的东西，你怎么能这么说人家呢？我家鸡蛋卖不出去？开什么玩笑？现在各大超市都用我家的鸡肉和鸡蛋，我差他买的那几百斤吗？你也别跟我转移话题，我现在要问的可不仅仅是这事，我是想给咱们的乡亲们争取一下权益。我有些无语的看着没有方。权益？你想要什么权益？见我说话，没有方瞬间眼睛就亮了起来。我要的权益自然不是为了我自己，那也是为了全村的人。我从小就在这个村，比任何人都想要村里的乡亲们过得好。我有些想笑，这没有方狮子大开口之前，竟然还懂得给自己叠加一层道。没有方咳嗽了2声后，继续大声开口。我们也都知道，你昨天就给那些老人小孩送了5000块钱，还给赵建设他们几个残废的家庭，送了好几万块钱和一些生活物资，米面粮油。我们这些老百姓都朴实得很，我们也不要求跟赵建设他们一样，但起码我们得跟那些老人孩子一样，除了该有的年货之外，你还得给我们5000块钱的红包。没有方话落，他身边的几个村妇也跟着叫嚷了起来。有方的话没错，凭什么那些老人孩子有的，我们没有？我们一家人辛辛苦苦的容易吗？自从你回村后，你让我们种什么我们就种什么，你让我们养什么我们就养什么。人家那些什么企业，过年之前都会发年终奖什么的，你凭什么不给我们？说得好，他老周家就应该一视同仁。有句老话说得好，叫宁落一圈不落一个。我们这些街坊都是你的长辈，你不能厚此薄彼。几人的话彻底让我颠覆了对世界和人性的认知。我没想到这个世界上竟然还会有这么厚颜无耻的人。这时候我也注意到了其他街坊邻居的表情，我之前学过一些微表情，看起来这些并不是很反对没有方几人的话，便直接开口询问。各位街坊邻居，你们也觉得没有方他们说的话有道理吗？我刚问完，就有一些人挠起了头，并没有人正面回答。没有方这时候也大声喊道：乡亲们，咱们这里基本上都是他周晨的长辈，你们不用害怕什么，就算不小心说错了也没什么，他一个小辈也不能拿我们这些当长辈的怎么样？没有方话落，顿时间有不少领完年货的开口。我觉得有方妹子说的没错，你觉得那些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不容易，给他们发钱，难道我们这些人就容易了吗？我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他们这些老人和孩子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我们不一样，我们要照顾一家人。真说起来，我们可比他们更惨。就是那些老人之所以成为孤寡，要么就是因为之前年轻的时候没结婚，要么就是因为他们脾气太坏，把自己的孩子气走了，过年都不回来看他们，他们那是活该。至于那些留守的孩子，他们的父母也都在外面赚大钱，要我看他们根本就不缺钱，真正缺钱的是我们这些在家里努力建设家乡的人。有方他们说的没错，小陈啊，你可不能只顾着那些老人和孩子，你也得看看我们的难处啊。要我说，你也不差这么点钱，干脆就每家每户都给我们发5000块钱，这样才公平。对对对，小陈你是赚大钱了，别说每家每户发5000块钱，就算是给村子里的每个发5000块钱都是轻轻松，但我们不一样，这5000块钱能解决我们很多问题，你给我们发了钱，我们可都是会感激你的。我听着这些话，
有些恶心的反应。虽说中间也有一些类似于孙姐这种人为我说了几句公道话，但他们几乎都是才说了短短几个字，便被其他声音盖了下去。我一一扫视过在场的众人，脸上已经没了刚开始的笑容，逐渐转化成了一种冷漠和讥讽。我为什么给老人和孩子发钱，早在1年前就已经解释过了。你们要是想要让给你们的爹妈和孩子发钱，也不是不行。你们完全可以抛父母弃子女，让他们成为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我也可以考虑给他们发钱。我本以为我说完这些话，这些人会自我反省，但我没想到有几个狠心的，竟然已经开始了窃窃私语，在讨论抛弃父母和子女的可行性。毕竟自己的父母和儿子有钱拿，这对于他们来讲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更是避免了一笔很大的支出。这周家小子说的不错啊，咱们要是把自己的父母和子女都丢在家里，他周晨也给他们发钱的话，咱们1年岂不是能平白多出来1、2万？可是这样的话，他不能不管咱们的孩子吧？他敢，他周晨在外面可是一直营造的什么慈善家的称号，他要是敢不管咱们的父母和孩子，他慈善家的头衔还要不要了？现在网络这么发达，那些什么明星企业家一旦有了个绯闻和黑料，可是永世不得翻身的。孙姐站在我身边，听到几人的窃窃私语后，眼中冒出一丝恐惧。这些话我自然也听到了，但对于这些话，我只是嗤之以鼻。他们说的那些能被一个黑料和绯闻打倒的，都是依附于某个平台的儿子。至于我这种做实业，别说一个黑料，就算是几10个黑料都影响不了太多，更别提这种不着边际的黑料了。小陈，这些人怎么能这样？就算他们再狠心，也不该冒出这样的想法，丢掉自己的父母和孩子，这是人能说出来的话。在外面工作久了，什么牛鬼蛇神都见过，但像这种人还真是很少见啊。周总，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真要是随着这些人继续闹，只怕要出大乱子的。我逐一扫视过眼前的众人，脸上也愈发的冰冷且没有感情。我深吸了一口气，当即伸出手指向了其中一人。你刚才说你过得苦，对吧？我可是第一次听说穿着1000多块钱的耐克还叫苦的人。你要是苦的话，你让那些穿着10几块布鞋的人怎么活？被我指到的青年缩了缩脑袋，他也知道他能穿上这么贵的鞋，也是因为我的扶持。但我并没有打算就这么轻易结束，而是矛头一转，看向了那个叫做菊姐的中年妇女。还有你，用着最新版的苹果手机，你说你穷，还要我给你发钱，你是怎么敢的？接着，我根本不给他们喘息的时间，直接看向一个中年男子。听说你孩子学习不好，你把孩子送到欧洲那边的大学镀金去了，学费加生活费1年最少得10几万吧？10几万都出了，还想着要我每年5000块钱的补助，你是怎么想的？脑袋让门夹了吗？说实话，这些村民之前是什么家境，如今是什么家境，我心里是清楚的。而且我点名的这些人，之前都是穷的叮当响，后来因为我的扶持，才逐渐奔向小康的家庭。当然，村里也有一些没吃上我给的红利的人，这些人我自然不会去多说人家什么。接着，我把目光落到了没有芳身上。还有你，没有芳，你家2年前是什么穷样子，你自己最清楚。要不是老子免息给你钱让你盖养鸡场，鸡蛋和鸡肉降价的时候依旧高价去买你家的东西，你能有今天？你算个什么玩意，也敢打着莫须有的旗号说是为了乡亲们谋取权益？没有芳被我说的脸色通红，见他竟然还想继续狡辩，我直接朝着夏秋寒命令道：没有芳，你家里的鸡蛋和鸡肉不是不愁卖吗？秋寒，以后我们的公司严禁在采购没有芳家里的鸡蛋和鸡肉。另外告诉那些和我们有过合作的超市和餐饮店，我会为他们寻找新的货源，以后没有芳的鸡肉和鸡蛋就都不要再买了。我话还没说完，没有芳脸上的笑容便瞬间凝固在到了脸上，他像是看着恶魔一样看着我，似乎完全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决绝。姓周的，你到底还有没有良心啊？论辈分你得叫一声婶子，咱们可是亲戚，你就这么断我的财路，你就这么不想让我们家好过？笑容不会消失，只会转移。如今没有芳脸上的笑容已经成功的从他身上转移到了我的脸上，我一脸无辜的看着他。婶子，刚才不是你说的，你看不上我公司里订购的那几百斤鸡蛋和几百只鸡吗？既然看不上，那我不买不就好了？婶子，你这么大的本事，你的鸡肉和鸡蛋在咱们这方圆100里可是出名的很，就算我不买，我的那些合作商和朋友不买，你的鸡肉和鸡蛋也一定会供不应求的，对吧？你说对吧，秋寒？我下意识朝着夏秋寒眨眨眼，对方也在我的示意下绽开笑颜。哎呀呀，周总说的对，有芳婶子的鸡肉和鸡蛋质量这么高，放在哪里都是供不应求、有价无市的存在，怎么会在乎咱们公司买的仨瓜俩枣呢？有芳婶子卖给咱们的可都是低价，之前婶子就吃了不少亏，为了避免婶子继续吃亏，咱们肯定不能让婶子继续赔钱卖给咱们了。夏秋寒能跟在我身边这么多年是有原因的，如今顺着我的话说下去，几句话就起到了举一反三的作用。
孙姐也是在一旁附和着。有方妹子之前确实说了，看不上小陈的仨瓜俩枣。依我看，小陈总是低价买有方妹子的东西，有方妹子肯定是不愿意的。我们几个人的阴阳怪气，把没有方气得不轻，但我们说的话都是顺着他之前的话说的，一时间他竟然不知道如何反驳。我看着周围其他村民的神色，也不再继续维持所谓的老好人人设，而是直接冲着所有人说道：刚才没有方说话的时候，没有几个人反对，还有不少人跟他有一样的想法。既然这样，你们肯定也是觉得我影响你们赚钱。这样，以后菊姐家的水果，郭叔的猪肉和没有山家的那些蔬菜，我都不收了。你们不是觉得卖给我的太便宜，你们吃亏了吗？这样之后呢，你们自己找买家，这样我也不占你们的光，你们还能多赚点钱，何乐而不为呢？很快，我便点了村里不少人的名，这些人都是靠着我起家的。可是刚才没有方朝我发难的时候，他们不仅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我说话鸣不平，甚至有的还跳出来和没有方一起针对我。我在外面打拼这么多年，如果真是那种任人拿捏的软柿子，也不会把公司发展到市值几十亿的规模。我之前一直在隐忍，一是这些村民还没有做出什么太过分的事，二是我看在我爸妈的面子上，对他们始终留了一线，遇事始终退一步。但如今我明白，我每次给他们留一线，他们便愈发的咄咄逼人；我每次退一步，他们便会更进一步。如今那为数不多的所谓亲情已经被他们消耗完了，我也不需要继续看谁的面子了。小陈，我刚才就是开个玩笑，刚才这个提议是没有方出的，和我没有1分钱关系。是啊，小陈，你说咱们这次就是捋一捋事情的对错，谁对谁错，咱们话语上见真章，你也没必要直接一棍子敲死咱们所有人吧？大侄子，有方也只不过是一时气不过，他主要是……我笑盈盈地看着对方，想听对方能找出什么样的荒唐理由，但我没想到理由竟然会如此荒唐。他主要是害怕你的钱打了水漂，你看你和那些老人孩子，和那些受伤残废的没有1分钱关系，还要每年在他们身上花钱，他们这些人根本创造不出来1分钱价值。有方是怕你把钱都打水漂了，才会一不小心把话说中了。我实在没想到，这人找出的理由竟然会这么荒唐，这种理由简直让我哭笑不得。我自己的钱，哪怕是扔了，也是我自己的事，不需要任何人来多管闲事。更何况我爸妈都觉得我的钱花得对，你们又有什么资格管东管西？没有方几人尴尬地低下了头，似乎一时间被我的气场震慑到了。小陈啊，咱们都是街坊邻里，依我看，今天的事咱们就当什么都没发生。我们这些做长辈的也大度得很，也不会因为拌个嘴就去怪你什么。这大过年的，咱们都不愿意闹得太难看。这样，你给我们这些长辈们道个歉，我们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怎么样？菊姐的话顿时让我的神色再次呆滞，我不可思议地看向了他们。好家伙，原来不是他们觉得错了，而是他们觉得我错了，还想让我道歉，然后他们装作老好人，大度地原谅我。这可太离谱了！我冷笑地看着没有方几人，原来几位长辈是觉得我错了，让我道歉之后再原谅我。那是自然，自古以来都是晚辈给长辈道歉，就算我们这些做长辈的刚才话说得重了，那也是为了你好。小陈，你可不能好心当做驴肝肺。没有方说完，菊姐也跟着点头。是啊，小陈，有些话虽然不中听，但我们也确实是为了你好啊。我摆了摆手，对面前这一幕很是无语。秋寒，这些年货就先不发了。对了，不止这些年货，包括以后的年货和节假日的物资都不发了。夏秋寒似乎听出了我话里的意思，故作惊讶，阴阳怪气道：啊，这就不发了吗？他们可都是我的长辈啊，你全国各地打听打听的去，这大过年大过节的，哪有晚辈去长辈送年货送钱的？不都是长辈给晚辈压岁钱吗？而且我的这些长辈肯定也是不缺我这点东西的，他们啊，一个个可都太有本事了。没有方几人神色一愣，他们应该也是感觉到自己捅了大了。不过我并不打算就这么放过他，而是阴阳怪气地冲着没有方说道：有方婶子，我记得你上次不是跟我说你认识了一个大老板吗？那个大老板可比我有钱得多，我记得你说他愿意高价收购咱们村的东西是吧？夏秋寒再次顺着我的话，故作惊讶地大声说道：哎呀呀，怪不得有方婶子看不上周总你了呢，原来是认识了更厉害的大老板了。百家村的这些乡亲，以后可得全部仰仗有方婶子来照顾自家的生意了，说不定到时候周总您也得托有方婶的关系，让他给周总你介绍生意呢。我十分谦虚地朝着没有方弯了下腰。有方婶子，以后可真的麻烦你带我认识认识那个身价100亿的大老板了。还有村子里的事我就不掺和了，以后这些买卖和发年货的事可都得麻烦你了。眼看着祸水东移，我连忙拉着夏秋寒和孙姐等人离开了人群，回到了家里。至于剩下的那些物资，夏秋寒也让人直接把车开走，送回了进货的超市。我走后，很快没有方便被人围了起来。
菊姐等人更是惊喜的上下打量着他。有方啊，我说你怎么那么厉害，敢处处和周晨作对，原来是早就找到了后路，认识了更牛的大老板。有方，你赶紧给我介绍一下，我地里种的那些萝卜和红薯，前2天就挖出来了，本来要送到周晨的公司的，既然他不要了，我就直接卖给你那个大老板。是啊，我大棚里的水果也说了，这马上过年了，正是水果贵的时候，到时候你要是能卖个好价格，我一定请你吃顿好的。不过片刻，没有方就被所有村民围了起来，他们手里挤压的货都不少。前2个月我想买的时候，有些人都没有卖给我，而是想着趁着过年各种瓜果蔬菜还有肉类涨价卖一波贵的，好好大赚一笔。只不过只有没有方一人知道，他根本不认识所谓的大老板，那一切都不过只是我为了祸水东引想起来的权宜之计。眼看着自己要被口水淹没，没有方连忙哭丧着脸解释：我根本不认识什么身价100亿的大老板啊！我早就在人群中安插了我的人手夏姐，夏姐根本不给没有方解释的机会，连忙说道：有方妹子，你就别谦虚了，你认识大老板的事，其实我早就听说了。有方啊，你要是不把老板介绍给我们，不收了咱们村的货，我们可就有点怀疑你想独吞资源了啊！你口口声声说周晨不仁义，你要是敢这么做，可是连周晨都不如。没多久，没有方便在夏姐的语言攻势下退无可退。他此时如果还硬要说不认识什么大老板的话，那就应了夏姐的那句话，说明对方是要独吞资源。可如果要让他接下来这么大的烂摊子，他也根本没有这么大的本事和能耐。村子里的这些人已经被我养得贪心了起来，无论我收购的是什么东西，给的他们基本上都是市面上的最高价格。就算没有方真能把村子里的各种产品都处理掉，但凡他给的价格少上那么一丁点，都会被人戳脊梁骨。如今没有方算是进退两难，被一群人围着根本走不脱。我是真的不认识啊！没有方欲哭无泪。这时候夏姐又凑到了没有方耳边，小声的指导着：有方啊，你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脑筋？现在在乡亲们眼里，你就是村里本事最大的人，你还不如先把这事答应下来。咱们村里的各种蔬菜和肉类质量都不错，他周晨一个小屁孩能找到买家，你没有方这么有能耐的人会找不到买家。到时候你随便从中抽点手续费，都不知道能赚多少钱了。没有方本来就是个贪心且对自己认知不清晰的人，听了夏姐的话，顿时又觉得行了，当即便顺势答应了下来。好了好了，我也不装了，我确实是认识大老板。待会你们都去我家，把你们自己有多少瓜果蔬菜，还有鸡鸭鱼肉给我写下来，改天我帮你们都卖了就是了。不过前面丑话我可说在前头，你们要的价格可不能太高啊。眼看没有方许诺了他们，村民们也是心情大好，一个个便笑着答应了没有方价格的事。就在众人要走的时候，人群中不知道谁又大喊了一声：刚才周晨说接下来的年货有方给我们发，待会儿我们都去有方婶子家领年货喽。是啊，之前周晨买我们的东西给我们发年货，之后有方买我们的东西肯定也会给我们发的，有方怎么可能被周晨比下去？之前有方妹子还提议让周晨给每家每户发5000块钱，他现在成了我们的老板，肯定会比周晨对我们更好。待会咱们不仅能去有方妹子家领年货，还能每户领5000块钱呢。孙姐有些担忧的在我们身边来回踱步，片刻后才心神不定的问道：小陈啊，你说这没有方能老老实实的给村民们发年货吗？他要是不发，会造成什么后果啊？想让没有方这种铁公鸡去给村子里发年货和红包，肯定是不可能。我刚才之所以这么说，也无非是想要恶心他一下。我猜半个小时后，没有方的养鸡场前就会围满了人。这些村民如果拿不到自己想要的年货和红包，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冲进没有方的养鸡场，抢走里面的鸡和鸡蛋。孙姐毕竟在百家村生活太久，对这里的人和事还是有些感情的。你说咱们是不是做的太过了？我没有解释，倒是夏秋寒走到了孙姐的身边。孙姐，周总这2年已经做得够好了，为村里的付出也够多了，可他付出这么多有什么用？到最后还不是养出了一群白眼狼？要不是今天周总说的话为自己解了围，你以为这些村民能这么轻易放过周总？今天他们敢要5000块钱，明天就敢要1万，后天就敢要5万。这人的贪心啊，是永远都满足不了的。特别是这种不懂感恩的人，你给这些人多少钱，他们都会觉得是自己应得的。孙姐低着头，似乎有些难受。那是这样吗？见孙姐心里还有恻隐之心，夏秋寒再次说道：孙姐，你信不信，一旦周总说自己快要破产了，没钱了，要开口跟村子里的人借钱或者怎样，最后能借给周总的绝对不会超过5户人家，甚至绝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落井下石，你信不信？夏秋寒的话顿时让我眼前一亮，猛然一拍大腿惊呼道：我怎么就没想出来这个理由呢？夏秋寒一脸惊讶地看着我：周总，什么理由？你这是怎么了？你刚才的那句话点醒了我，我对村子里的付出绝对不能是无缘无故且不求回报的。若是之前，我可能会直接把钱打过去，什么修路种树盖学校的事，
全让村里的人一手操持，但我现在后悔了。孙姐，我需要你帮个忙。小陈，你说。我需要你帮我散播一个消息，就说我快要破产了。总之说的越惨越好，把我说的越穷越好。我想看看村子里的这些人什么反应，我想看看他们还值不值得我为他们付出。孙姐愣愣地看着我，之后缓缓点头。好，我这就去把这个消息给你传出去。孙姐，我虽然不知道小陈你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但我相信你做的决定。有方说好的给我们的年货呢？怎么还没到？我们可是从昨天下午就过来了，这么冷的天，你不知道把年货送到我们手里，还想让我们过来拿？你是想动手了吗？快点开门把年货给我们，要不然我们就要砸门了。梅有芳躲在养鸡场内，泪流满面。她怎么都没有想到，昨天说出的话，今天竟然成为了射向自己的利剑。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啊！眼看着外面人越来越多，梅有芳只能朝着门口大声地威胁道：“你们可还得靠着我卖东西呢！你们要是敢硬闯，我就不给你们介绍大老板了。”梅有芳虽然明白自己认识大老板的事是假的，但如今也只能拿出这件事来保全自己。然而，外面有些家里并没有什么产业的村民可不听这一套。我家里没养牛羊，没盖蔬菜大棚，可用不到你介绍大老板。我先把我的年货拿到手再说。就是年货是你答应我们的，你要是没买，我进去拿你的鸡和鸡蛋也一样，就当年货了。说了，众人便踹开了养鸡场的大门。看着自己的养鸡场被洗劫一空，梅有芳灰头土脸地瘫坐在地上。老天爷啊，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他们怎么能这么对我呢？我梅有芳这辈子从来没做对不起任何人的事，我见神拜神，遇佛拜佛啊！这世界怎么这样，完全不给好人一点活路啊！就在梅有芳生不如死的时候，她的老公徐大志也醉醺醺地走了进来。见状，梅有芳上前就是一顿组合拳。你个酒鬼又去哪儿了？咱们的养鸡场都被人掏空了，鸡飞走的飞走的飞走，被抓的被抓，鸡蛋也被人抢了。已经上头的徐大志一把推开梅有芳，拍着胸口道：“不就是个养鸡场吗？他周晨答应了给咱村修路种树，吴富有他们都已经找好了建筑队，待会儿我和富有哥他们去找周晨拿钱，到时候咱们随便往自己口袋里装点，别说一个养鸡场，就算是10个养鸡场我也给你盖。”孙姐，你和老周家的小子关系最好了，你说梅有芳真的认识大老板了吗？孙姐本来就是个不会撒谎的人，如今只能转移话题。那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另外一件事。听到孙姐这么神秘，周围的妇女顿时间来了兴致。啥事？说来听听。周晨这么有钱，就像梅有芳说的，别说一个人发5000，就算是一个人给咱发1万，那人家也根本不会心疼。你们知道为啥周晨他不发这些钱吗？周围的妇女一个个凑到孙姐身边，生怕错过半个字。为啥？哎呀，你快说啊，别在这卖关子了。眼看着酝酿的差不多，孙姐才故作神秘道：“那是因为周晨他快破产了。”孙姐一旦激起千层浪，但这些妇女第一句话竟然是在考虑自己的利益。哎呀，那他之前跟我们说要给我们村子里修路种树盖学校的，他要是快破产了，那这些还能继续做吗？就是他要是给我们修不成路可咋办？这不等于是害了我们全村的人吗？听到这些人这么说，孙姐的心顿时凉了半截。人家小陈给咱修路本来就不是人家的义务，怎么就成害了咱们全村人了？我不管，我家的路已经年久失修很久了，他之前答应我们的就必须要做到。我老公和吴富有他们商量好了，准备承包咱们村修路的事，我得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尽快去找周晨要钱。要是晚2天，等周晨彻底破产了，这钱可就真要不到了。很快，孙姐身边的人都走了个精光，她有些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本来以为这些人知道小陈要破产，会担心一下小陈，或者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帮小陈渡过难关，没想到他们最先担心的还是自己的利益，真是让人心寒啊！吴富有家里几个人正坐在桌前开会，刚才和孙姐说话的菊姐便快步跑了进来。不好了，我听说周晨快要破产了。吴富有几人正在家里商量怎么找我要钱，听到菊姐的话后，顿时间瞪大了眼睛。嫂子啊，你开什么玩笑？周晨好好的怎么会破产？眼看几人不信，菊姐连忙把孙姐说的话又添油加醋的复述了一遍。真的，孙姐这个人最不会撒谎了，而且她和周晨关系不错，能先一步知道周晨的情况，她说的话准没错。昨天吴富有几人并没有去领年货，一是他们几个最近贪得多了，看不上那点小钱，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听说了梅有芳去闹事，害怕引起什么冲突，从而让我对他们不满，便没有领年货。所以对于昨天发生的事，他们知道的也不多。不过经过了菊姐的讲解后，他们也了解了大概。本来还想着过完年再给周晨要钱，现在看来咱们得马上去要了。富有哥说的对，再晚周晨可就真破产了，咱们就要不到修路的钱了。富有哥，这是我列出来的钱数，上面把修路和盖学校和种树的钱我都列出来了，咱们就按照这上面的要。看到本子上的明细，吴富有几人全部凑了上去。注意到最后的数额后，吴富有摇了摇头，这才800万，太少了。
周晨要是真破产了，以后都不可能给咱们年货了，再想从他手里扣点钱出来可就难了。所以这次咱们得一口气吃饱。有才啊，你数学好，在这个账单上再动动，把修的路加宽加厚，种的树再密集点，学校的面积和楼层再加高点，争取把预算翻一翻。吴有才下意识咽了一口唾沫，片刻后有些不确定地问道：富有哥，翻一翻可就1600万了，这是不是太多了？咱们这么小个村子，就算是把犄角旮旯都修了，也用不了这么多钱啊！吴富有恨铁不成钢地瞪了一眼吴有才，你懂个球！我这是为了自己吗？这还不是为了哥几个？我就问你，这事能不能干？不能干就滚蛋，我找别人干。迫于吴富有的压力，吴有才最终忍着压力点起了头。能干能干，我晚上回去就改。什么晚上改？现在就立刻给我改！咱们现在就应该争分夺秒，多1分钟，周晨破产的几率就多1分，咱们的钱就更加不好要了。忍着压力，吴有才不过半个小时的时间就把账单列好了。不过他已经使尽全力往里面加预算，最后也不过是把预算提到1500万。吴富有看着预算账单，很是满意的点了点头。走去找周晨要钱去。周晨和夏秋寒正坐在沙发上，在家里看着电视。周总，叔叔阿姨去哪里了？怎么这2天都没见他们？我就知道这2天肯定会出事，就先让他们去城里住几天。就在我和夏秋寒闲聊的时候，吴富有几人拎着一些牛奶罐头之类的礼物走了进来。大侄子，我海军哥和嫂子呢？怎么就你和你秘书在家啊？听到吴富有的声音，我连眼睛都没有抬一下，因为我已经猜到了对方这次来的目的了。吴富有这种人就是豺狼，没有闻到血腥味，他是不会出手的。原来是富有叔和其他几位叔叔啊！昨天我发年货的时候，怎么没见到你来领年货啊？哼，哎呀，这不是几个叔叔觉得你赚钱不容易吗？你说你每年给咱们村发这么多东西，都是你辛辛苦苦赚的钱，我们几个少领点，多少也能给你省点钱，不是？我有些无语的看了一眼吴富有，这话说的可真是滴水不漏啊！真希望他接下来说的话也能这么滴水不漏。几位叔叔，你们要是来找我爸的，可不巧了，他没在家。吴富有坐到了我身边，丝毫不客气的拿起桌上的糕点就吃了起来。我们几个今天不是找你爸的，是专门来找你的。我故作惊讶，找我的？富有叔，昨天的事你们应该已经听说了，要是谁没领到年货，去找没有方领就行了，我这边是没有了。吴富有不动声色的把一个本子塞进了我的手里，笑呵呵的说道：都说了，我们心疼你，不舍得你花年货的钱。我们这次找你是为了给村里修路、种树、盖学校的事。我随意的看了一眼笔记上的数字，看到那写着15后面的几个0后，心里顿时一震。吴富有几个还真是敢要钱啊！村里之前就有水泥路，只不过地基没打好，这几年有些坏了，连修带补的50万顶天了，就算重新修，100万也能轻松搞定。至于盖学校，百家村的人口不多，也不需要盖太大的学校，300-400万差不多也能拿下，最多不会超过500万。至于种树，最多50万就顶天了。这一切的一切加起来，顶了天也就600-700万。如今这吴富有给我的单子上，竟然足足有1500万之巨，这真是把我当肥羊宰了。富有叔，这些都是体力活，是重活是累活，我怎么可能让你们这些长辈干这种脏活累活呢？建筑队我已经找好了，到时候直接让他们来修路盖学校就行。见我这么说，吴富有几人顿时着急了。小陈，这是咱们村子里的事儿，而且你富有叔他们几个之前也在建筑队干过活，这些活我们自己人就能干，又何必麻烦别人呢？我一一扫视过这群心口不一的人，实在不是我不愿意把这活交给你们，而是我也有自己的难处啊。说话的同时，我还重重叹了一口气，尽量露出一个悲伤的表情。就在我继续要说什么的时候，夏秋寒直接走到了我身边，顺着我继续往下演戏。周总，我看咱们还是先顾好自己吧，村子里的这些闲事咱们就先别管了，咱们账户上已经没多少钱了，要是再把这些钱掏了，到时候可真的要破产了。听到夏秋寒的话，吴富有的脸色顿时一红。你这丫头怎么说话呢？都是一个村子的事，怎么能叫闲事？小陈可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他小时候我还抱过他呢。如今他想为村子里做点事，我们一整个村子可都是举双手双脚赞成的。见吴富有对夏秋寒说的要破产的事视若无睹，我只能继续叹了一口气。哎，富有叔，你应该已经听说了，不是我不想出这笔钱，而是我现在实在没能力了，公司账户上钱已经不多了，我马上就要破产了，这么多钱我确实是拿不出来了。见我把事情挑明，吴富有几人神色各异，只有吴富有一人故作惊讶。什么？你快破产了？小陈，你别担心，你手里的钱要是不够，可以少出点，别出1500万了，你出1000万，剩下的钱我想办法给你凑。
就算是去找银行借，就算是去撸网贷，我也要把钱给凑出来，一定要为村里把路修好，把树种好，把学校盖好。我很是无语的看着吴富有，这个狗东西，我都说自己要破产了，他竟然还想着自己心里的小九九，1000万，他至少还能赚个400万，比他那偷工减料的性格，到时候全村的工程做下来，怕不是最后只能出来300-400万的质量。眼看着卖惨不成，我只能拿出来最终的杀招。富有说，这样吧，你们最近这2年也没少靠我赚钱，我公司里现在有一笔800万的窟窿，只要你能帮我借钱，把这800万的窟窿还上，等我1年半再缓过来劲儿了，别说1500万，就算是2000万我也给你，怎么样？吴富有结结巴巴看向我，多少？800万？我们哪儿去给你搞这么多钱啊？我早就知道了吴富有会有这番表情。富有说，你刚才不是说让我出1000万，你去银行贷500万帮乡亲们修路吗？既然500万都能贷出来，再加上其他几位叔叔，再多贷出来300万也没什么问题吧？富有说，这几年我可没少帮你们和村里，你们总不能这点忙都不愿意帮吧？想要认清楚一个人，就是装穷借钱。如果吴富有几人不把钱借给我，那么他只要还要点脸，就不会继续朝我要钱。但我还是小看了吴富有脸皮的厚度。小陈啊，不是我们不借给你钱啊，一是我们手里确实没有那么多钱，我们都是朴素老实的老农民，就算是去银行，人家也不会贷给我们那么多的。咱们再退一步讲，就算我们真的把钱贷出来借给你了，你能保证800万就能把你的公司救活吗？我没想到这老小子心思竟然这么缜密，说的话也是头头是道，只能随便应付。能，我保证只要你给我800万，我就一定能把公司救活。吴富有上下打量我几眼，脸上也逐渐从讨好变成了带着嫌弃的表情。小陈啊，不是我说你，你这个人就赌心太大了。你说800万能救活这么大的公司，你自己信不？我叹了一口气，只能故作无奈。富有说，那你说咋办吧？这样，我给你出个招吧。我有些意外地看向吴富有，你有什么好招？当吴富有开始打量我在村里建的别墅的时候，我就已经猜到了对方接下来要说的话。我说小陈啊，你之前在村里给你爸建的这个别墅不便宜吧？里里外外得花个300万吧。而且我听说你们之前暴富过的人都喜欢买房子车子，你要是真急用钱，把这些什么房子车子卖了，怎么着也能凑够800万吧？好家伙，吴富有这是打上我房子和车子的主意了。我敢肯定，只要我一说卖，对方绝对有便宜买的心思，所以我只能无奈地说道。富有叔，不是我不想卖，而是我前年生意出问题的时候，就已经把手里的所有资产全部抵押给银行了。这些房子虽然是我在住，车子是我在开，但这些东西我只是有暂住权和占用权，真要是哪天逾期了2个月，银行会直接把这些东西收走的。听着我的话，吴富有几人相互看了几眼，徐大志第一个忍不住竟然捂着肚子笑了起来。呵呵，富有哥，我就说像老周家这种暴富号就回村显摆的，早晚要摔跟头。果然我没猜错吧？这老周家已经一无所有了。吴富有狠狠瞪了一眼徐大志。徐大志，你能不能憋住？小陈好歹是我们的晚辈，你怎么能嘲笑自家晚辈？明显能听出来，自从吴富有知道我破产之后，对我的态度便没了之前的那般恭敬。虽然对方嘴上在教训徐大志，但脸上对于我的鄙夷和嫌弃已经显而易见了。吴有才也冷笑着开口：周晨，你说你都破产了，还跟我们这装什么大尾巴狼？刚才还说请了什么建筑队施工队，你以为建筑队是你想请就能请的？之前我经常看算命书，照着书上给周晨这小子算了一卦，书上都说这小子的富贵不会长久。我记得我之前就说过，你们还不信，现在信了吧？一时间，我直接从众星捧月变成了墙倒众人推，见其他人都不装了，吴富有也懒得继续跟我演戏了。小陈啊，不是当叔的说你，我觉得你现在就应该把自己手里的东西全部便宜卖了。你之前给你妈买的那些名牌包包，还有首饰，还有你自己的手表，赶紧都卖了，还能回血。这样，你把这些东西给我，我帮你卖，到时候卖掉的钱你给我，我帮你给村子里修路。没想到最狠的竟然是吴富有，其他人只是嘲笑我，吴富有这是准备把我彻底吃干抹净，一分一厘的都不想给我留啊。对此，我只能假装委屈道：富有叔，我要是1分钱都没了，可怎么活啊？吴富有笑盈盈地看着我，像是在看一个猎物。你给咱们村修了路，种了树，盖了学校，那你就是咱们整个村子的恩人，到时候村子里的人肯定恨不得把你供养起来。小陈，你就甭管了，只要你修了路，我们都不会忘记你的好。等以后咱们村的人会管你家的吃喝。听到这话我更想笑了，管我吃喝，把我供养起来。我这几年为村子里做的事情也不少了，之前的路就是我出钱修的，也没见这些人有几个记得我的好，把我供养起来啊，反而一个个都像是吸血的蚂蟥一样。
每时每刻都想要吸我一口血。傅有书，我欠银行的钱，别说卖了房子车子了，就算是把我和我爸妈的所有东西都卖了，也不够还的。吴富有的眉头逐渐皱紧，似乎觉得没有跟我浪费口舌的必要。你的意思是，你一分钱都不会出了？不是不出，是没钱了啊。傅有书，我帮了你们这么多，你们就不能稍微帮帮我吗？吴富有突然一口唾沫吐到了地上，真是晦气！你说你们这种有钱人怎么破产就这么快？早知道老子就该早点给你要钱了。现在好了，你成穷货一个了，哥几个还怎么帮你为村里做事？徐大志几人也嫌弃地看了我一眼。富有哥，还跟这穷小子多说什么啊？咱们还是离他远点吧，免得把晦气染到我们身上了。他们几个人来的时候是带着礼品来的，如今见我衰败，走到门口的时候，顺道把拿过来的礼品也重新拿走了。这就是墙倒众人推啊！孙姐，建设哥，你们这是？小陈，我们几个听说你破产了，所以想着给你凑点钱。这是这些年你给我们家的补贴，还有一些是我媳妇打零工赚的。我们知道这些不多，但已经是我们的全部了。赵建设和几个老人孩子都拿出了自己的积蓄，想要塞到我手里。不远处还没离开的吴富有几人看到这一幕后，很是鄙夷地看了一眼赵建设几人。这么大的公司，以后就是个无底洞，真不知道这群脑残怎么想的。他们那点钱还想填老周家的窟窿，真是做梦。就在我想要解释的时候，远处一辆奔驰迈巴赫开了过来，我爸和我妈兴致勃勃地从车上走了下来。小陈，你爸我刚给你谈成了一笔3000万的生意，怎么样？别听你爸瞎说，他是看中了一栋市里的别墅，非要买，白白扔给人家3000万。赵建设等人看着我，接着又看向了我爸妈，半天后才惊掉了下巴，震惊道：小陈，你没破产？吴富有也听到了我爸妈的话，他们连忙走到了我父母面前，激动地问道：海军啊，哥，你们家没破产？我爸有些疑惑地看向吴富有。破产？什么破产？你在说什么？我儿子这么大的公司，怎么说破产就破产？吴富有眉开眼笑，连忙走到我身边。太好了，大侄子，你竟然没破产，可担心死我们了。既然没破产，那赶紧把村里修路建学校的钱给我拨过来吧。我讥讽地看向吴富有，心中的鄙夷已经上升到了一种遏制不住的程度。什么修路建学校？我们签过合同吗？这项目我让你接了吗？张口就要1500万，你疯了？以后百家村的事我不会掺和半分，至于修路还是种树，你们自己出钱。另外，你之前贪污的钱，我也会一分一厘的让你们吐出来。吴富有等人心中已经慌了，但还是死鸭子嘴硬地说道：什么贪污的钱？你说的什么？我听不懂啊。早在之前吴富有跟我翻脸的时候，我就让夏秋寒联系了警察。就在吴富有话刚说完的时候，远处便响起了警笛声。吴富有对吧？我们接到举报，你们几人贪污了周总的钱，请跟我们走一趟吧。尽管吴富有几人还想狡辩，可他们哪里是警察的对手，当即便被拉到了警车上。大侄子，我错了，我真错了，我把钱还给你，你放了我们吧。解决了吴富有的事后，我的烦心事瞬间归零。大年30的晚上，我妈和夏秋寒两人做了一桌子丰盛的饭菜，准备过年祭祖之后便回城里。村子里这些烂事我是不准备继续掺和了。至于赵建设他们几户真正有困难的，我也不会彻底放着不管，毕竟做人要将心比心。海军哥，可怜可怜你大妹子吧，我没能给村子里的这些人介绍大老板，他们竟然在大年30晚上把我家几仙了，你们给评评理。咱们做了这么多年街坊，他们还让不让人活了啊？这些刁民简直不是人啊！经过了这几天的了解，我父母也算是看清了梅有芳等人的为人。如果是以前，他们已经开始拉着梅有芳让她坐下来，但这次我爸妈只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冷眼旁观着梅有芳的撒泼。梅芳妹子啊，这是你和小陈之间的事，有什么你直接和小陈说就行。他这个当晚辈的，无论做说什么，肯定都是向着你为你好的。我坐在椅子上，居高临下的看着梅有芳。婶子啊，你想让我帮你，你总得拿出点诚意吧。上次诈骗我的5000块钱还给我，或许我可以考虑为你解决一下难题。见我要钱，梅有芳下意识捂住了自己的钱包，一脸警惕地看着我。什么5000块钱？小陈，这过去的事咱们就过去了，你肯定不在乎这几千。这样，你赶紧出面把我的麻烦解决了，把那些刁民的销路都给打开了，婶子心里一定念着你的好。这梅有芳还真是铁公鸡，已经火烧眉毛了，竟然还在乎那点蝇头小利。索性我也不愿意继续多费口舌。婶子啊，之前找销路是你答应村民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更何况这大年30的，我的公司和那些合作商都放假了，解决不了你的问题。这样，你再等个70-80来天，等他们都开工了，咱们再谈。梅有芳十分谨慎地看着我。小陈，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不想帮婶子啊？再说你这么大的老板，差
差这5000块钱吗？小陈，说这话不是拿婶子寻开心的吗？我爸妈听着没有芳的话直皱眉。有芳妹子，你这是什么话？小陈他从小就尊敬长辈，怎么会拿你这个长辈寻开心呢？再说了，小陈也不容易，上次那5000块钱确实是你坑了小陈的，现在还给他也是应该的。听到这话，没有芳再次张口。什么坑？什么骗？你们一家人说话怎么这么刻薄？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不想帮我就直说，别在这里阴阳怪气。没了我家养鸡场的鸡和鸡蛋，没了咱们村的那些瓜果蔬菜，我看你们公司的人吃什么喝什么。我们一大家子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没有芳。这有芳妹子不会是傻了吧？她不会以为整个地球就她家里有养鸡场有鸡蛋吧？不会以为只有咱们百家村有人种瓜果蔬菜吧？没有芳这时候的精神似乎已经有些不正常，她疯疯癫癫地指着我们几人。我告诉你们，这忙你们帮也得帮，不帮还得帮。你们要是不把我的养鸡场重新盖起来，不帮村子里解决问题，我改天还得带着全村人堵你们家的门。我看了一眼墙上的摄像头，无奈地冲着夏秋寒说道：报警吧，之前的诈骗和诽谤还有恐吓，够他住几年了。夏秋寒报警后，很快就有警察赶了过来。女士你好，我们接到报警，您不仅诈骗了周先生一笔财产，并且还诽谤、恐吓了周先生，我们现在有权把你逮捕。眼看着警察来了，没有芳还在一个劲的挣扎。你们不能抓我，我是周晨他婶子，我们这都是家务事，要怪就怪他，是他把我害到这一步的。你们凭什么只抓我不抓他？我把这些天的监控画面提取出来，交给警察后，他们便直接带着没有芳上了警车。尽管没有芳在警车里一个劲的挣扎、哀嚎、诋毁我，但依旧不起任何作用。好了好了，都是一些小插曲，可不能影响了咱们过年的心情。饭吃到一半，我爸妈一个劲上下打量着夏秋寒，接下来说出的话差点让我从椅子上跌倒。秋寒啊，我听说你还没对象吧？夏秋寒脸色一红，下意识地瞄了我一眼，随后快速扭过了头。我还没有谈对象的打算，还是准备先以事业为主。听到夏秋寒便向过来，我妈的眼睛都湿了。秋寒啊，你说我和你周叔如果当起公婆来，是不是那种让儿媳妇喜欢的好公婆？夏秋寒似乎预感到了什么，眼捏的点点。周叔和阿姨是我见过世界上最好的人。我爸妈顿时乐开了花。哎呦呦，我就说秋寒这小丫头嘴甜吧。丫头，正好你和我们家小陈都没对象，你一心搞事业，小陈他现在不就是你的领导吗？你的事业搞得好不好，还不是他说了算。而且我们家可没什么门第之见，这段时间我和你周叔可是对你很看好的哦。夏秋寒通红着脸看了我一眼，慌忙的埋头吃起了饭。我爸这时候也轻咳了一声。年轻人的事，咱们两个老人家就不要跟着掺和了。不过小陈啊，你爸妈我们俩可是对秋寒很看好啊，不管他是你的下属，还是以后会成为你的媳妇，你可都不能亏待了他。我爸妈说着话，相互对视了一眼，便悄咪咪的起身准备上楼。上楼之前，我妈还不住小声的凑到我耳边提醒：你可得把握住机会，我们老两口就不打扰你们了。记住，你妈我可是等着抱孙子孙女呢。